我最近在逛知乎，正准备要睡觉的时候，无意间翻到了这一个东西。你看过最烂的科幻小说是哪部？看过最烂的科幻小说是《三体》，我看《三体》如看笑话般，从头笑到尾，完全不懂现代物理的刘慈欣在拼命炫耀科学名词。刘慈欣拼命堆砌科学名词，但对现代科学一窍不通。三体，中国最出名的科幻小说。这个人发表了很多暴论，总结来说就是我半天多一天学完相对论、量子力学、高等数学，瞧不起对现代科学一窍不通，用气功科学套路写科幻的刘慈欣。屋子里顿时充满了快活的空气。不是，虽然刘慈欣当然不是神，但你这么说也，如果你是想写纯的，完全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掺杂的科学，可以，你可以去自然杂志写。科幻是故事，故事当然会扭曲现实啊，如任何人可以预见。评论区顿时炸开了。咦，花日水先生是吧？你言上三体是想要出名，可正好，我也想。那么，作者到底会对什么样的科幻满意？那自然是国际奢侈品、时尚、艺术圈的前卫先锋创作流派，具有通俗趣味性和艺术思想学术、科学未来学上的严肃学术性。人类未来演变之路，超越西方科幻的超级文学，魔幻未来主义。作者一开始就问学术界朋友们可不可以提名这个东西去文学奖，那得看你写的怎么样啊。作者说他创作了几十幅魔幻未来主义 AI 绘画作为文学创作的参考。先生，我已经不想管 AI 绘画是不是真正的艺术了，但这个东西不是你画的，这是 AI 帮你做的。如果我请人帮我画东西，那幅画不是我画的，我给了那个画家意见，但是画还是画家画的。还有这个东西总给了我一组恐怖谷的感觉，救命啊，快放我出去！作者说，虽然科幻文学的故事很有吸引力，但是它与现实毫无关联，所以缺乏思想深度和学术价值。奇怪，我一直在看的科幻都是挺有学术价值、挺有思想深度啊。于是，作者把科幻奇幻文学结合了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了所谓的魔幻未来主义。你懂的。把一个用奇幻当作比喻现实的文学和一个把奇幻作为主题的文学结合起来，这很合理吧？很合理吧？当然，我不是半天学会量子力学天才，所以我懂什么呢？为了让魔法未来主义文学明显区别于西方文学，天哪，什么东西都能东大特色了是吧？加入了强烈的东方神秘主义色彩。是的。气功，这非常的科学，主要面向国际文学市场，放过外国人吧，外国人最不支持啊。那么重点来了，想问魔幻未来主义具体怎么操作？所有科学设定都能在未来实现，而所有幻想设定都能用科学实现。但是很多奇幻元素和科幻元素无法用科学技术实现。作者你想怎么样？空间介质、武魂物化、体内宇宙、修仙成神、幻化变身、时空穿越、瞬间移动、法力魔法、灵魂离体、梦境操控、时间旅行、虫洞穿越、曲速引擎、外星文明、光速飞行、平行宇宙、无限能源、暗能医治、生物密灵、超自然力。说句实话，蛮有趣的。如果作者不一直自吹自擂，